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。今天我们说一下 ARGO 小钢炮脚本最大的一个特点，在 Symbox 以及 Xring 双核的驱动下，支持15种 WRP 出站组合。如果你为了节点而安装 WRP 的话，现在开始就没必要单独安装 WRP 脚本了。说白了 ，WRP 脚本可以拜拜了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做。好，视频教程开始之前，建议大家先看一下 ARGO SB 小钢炮脚本的第1期和第2期，因为有很多基础的设置要点。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 WRP 15套组合。首先打开勇哥的 GitHub ARGO SB 脚本的项目。那 WRP 的话，主要的就是为了更换你当前的 VPS 服务器落地的 IP 为 WRP 的 IP。这样的话可以解锁流媒体，或者是能进入一些相关的网站，以及为纯 V6 的 VPS 添加 IPv4。那这些就是添加 WRP 的最重要的理由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脚本的变量，变量名称就是 WARP。如果你删除变量名称，就是关闭 WRP。那相关的说明我们拉下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勇哥总结的 WRP 的15种出站方案组合。那应该大家都清楚 ARGO SB 小钢炮脚本它是由2个内核组成的，一个是 Symbox， 一个是 Xring。那2个核心它们各自的协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。那这里的话又分为3种情况，一个是你只套 Symbox 的 WRP， 那就是123组合。那另外一种你只套 Xring 的 WRP， 那就是456组合。还有一种就是你既要套 Symbox 又要套 WRP， 那就是7到15这些组合。那设置的变量值就是 WRP 等于下面这些变量值，一共有15个。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变量值的含义啊。S 表示 Symbox 所有协议， X 表示 Xring 所有协议，4表示 IPv4， 6表示 IPv6。单独的一个 S表示 Symbox 所有协议的 IPv4 加 IPv6 都套上 WRP， 而 Xring 呢是本地 IP， S 加上4呢就表示只套 IPv4 的 WRP， 加上6呢表示只套 IPv6 的 WRP。 同理 Xring 套 WRP， 而7到15 Symbox 加 Xring 都套 WRP 的话，相当于1到6这些变量值进行一个组合。那我们挑几组比较有代表性的来实践一下。好，那我挑一个 Xring 协议，一个 Symbox 协议，模板先复制一下，粘贴。Xring 协议我就挑最新的 XHTTP， Symbox 协议我就挑比较奇葩的 Ending Reality 协议，我就留这2个。然后输入 WRP 的变量名称以及变量值， WRP 等于英文双引号空格双引号之间输入变量值。首先第一个要实现 Symbox IPv4 加 IPv6 套 WRP， 就是方案1啊。那方案1的话变量值是 S， 那我们输入一个 S 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复制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我打开我的纯 IPv4 的 VPS 脚本，粘贴一下，回车。安装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这个在第1期、第2期视频中都有说过。因为我没有输入端口号，所以端口是随机的。OK 啊，现在已经安装完成。那我们把这2个协议直接复制到 V2N 这里，导入。我是方案1啊，方案1的话是 Symbox 实现 IPv4 加 IPv6 都套 WRP。那 Symbox 的协议是 Ending Reality， 我们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，然后我们直接开代理，我们检测一下它的 IPv4 和 IPv6 是不是套了 WRP 呢？有没有套 WRP？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的最后一句话啊。开启 WRP 成功的标准是用 IP 检测网站查看 IPv4 的地址是 104.28 开头， IPv6 的地址是 2A09 开头。我还是用 IP.SB 进行一个检测，它的 IPv4 是 104.28，
IPv6 是 2A09， 所以它开启 WRP 是成功的啊，成功实现了 Thinbox。IPv4 和 IPv6 都是 WRP 的 IP。那现在我把它切到 Xring 的 XHTTP 这个协议，设为活动服务器，因为它没有套 WRP 啊，它会显示本地 IP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刷新一下，它就会显示本地 IP， 纯 IPv4， 它是没有 IPv6 的。那这样的话啊，你一个 VPS 开了2个协议，一个协议呢是套了 WRP 的，另一个协议呢没套 WRP， 方便有些小伙伴啊进行相关的一些测试。比如说哪些网站可以用 WRP 访问， WRP 速度快还是本地 IP 速度快，都可以进行一个测试，最终让 WRP 或者是本地 IP 各有所用。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 Xring 套 WRP 编辑脚本。456方案的话，我就选方案6吧。方案6的话是 Xring 所有协议套 IPv6 的 WRP， 就是 X6。那我现在在原来的脚本基础上直接进行一个变更啊。那变更的话，在脚本的末尾输入 REP 空格 REP 复制粘贴，这个就是协议变量的更换。回车。那这样的话，节点信息都不会变，我们直接进行一个测试就可以了。目前的第一个 XHTTP 它是 Xring 协议内核，所以它只套了一个 IPv6。重启一下服务，现在我们查看一下网页，刷新一下 IPv4 地址还是原来的本地 IP， 但是它的 IPv6 加上了 WRP 的 IP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 AnyReality 这个协议，设为活动服务器。那它的话就仅显示 VPS 本地 IPv4 的地址，并没有套 WRP。我们刷新一下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就是仅 IPv4 了。那最后一类方案就是7到15这一个大类，那我就挑一个小白最喜欢的无脑组合，那就是方案15。那方案15的话 ，WRP 变量可以双引号之间什么都不填，也可以填上 SX。那这样的话就是 Thinbox 内核所有协议、Xring 内核所有协议都套上 WRP IPv4 加 IPv6， 粘贴回车，直接进行一个更换。更换完毕啊！现在我们测试一下。我们现在点击重启服务 ，AnyReality 是 Thinbox 内核，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套上 IPv4 加 IPv6 的 WRP。打开网页，刷新一下。OK， IPv4 104.28 IPv6 2A09 Thinbox 内核已经成功了，我们再切换为 Xring 的 XHTTP 为活动服务器，同样的，它也是双占 IPv4 加 IPv6 WRP。我们现在再刷新一下 IPv4 104.28 IPv6 2A09。OK 啊，那这样的话就是2个协议都是 IPv4 加 IPv6 WRP， 方案15就实现了。那今天的 ARJSB 小钢炮脚本套15种 WRP 出战方案就说到这儿啊。如果你单单是为了节点，就没必要再纠结另外安装 WRP 脚本了啊，因为另外安装 WRP 脚本的话，它会使你的 VPS 全局应用，有时会造成 VPS 的不稳定。那 ARJSB 脚本内置 WRP 的话，相当于 WRP 装在协议里面，就算 WRP 失效，你的 VPS 也不会失联。你只要把 WRP 这个变量删除，再装一次 WRP 就卸载了。那节目最后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勇哥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